如果你也在关注宋威龙和赵今麦，那么最近这条龙脉栖息时间线真的很容易让人忍不住多看几遍。先说明一点，今天我们聊的是公开物料、社交平台动态以及网友发现的细节之间的关联。下面出现的暗号、彩蛋、对应都属于粉丝视角的解读，并不能直接证明两人存在恋爱关系。但问题来了，如果这些细节只是巧合，为什么每一次都刚好踩在今天、七夕、花、爱情这些关键词上？尤其是2025年8月16日和2026年8月16日这两个时间点被不少龙脉粉丝重新串了起来。故事就从2025年的七夕前后开始。2025年8月，宋威龙和赵今麦曾因为品牌合作而产生更多公开交集。而到了8月16日，两个人分别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内容。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两个人当天发布的视觉元素放在一起之后，似乎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对照感。宋威龙这边出现了夕阳、太阳、树木，还有两只抱在一起的小狗。而其中一个标签被粉丝特别注意到，今天，中文里的今天也就是金。于是，一部分粉丝很自然地联想到赵今麦名字里的金。当然，这只是文字上的联想。真正让粉丝继续往下分析的是赵今麦当天的物料。他的画面里出现了蓝紫色鸢尾花、娇兰相关元素、笑脸符号，还有一些非常容易被解读成爱情暗号的细节。甚至有粉丝注意到，他画面里的唇印位置与宋威龙身上的一道疤痕位置产生了视觉上的对应。再加上兔子元素以及 Aries， 也就是白羊座。而宋威龙的生日是3月25日，确实属于白羊座。一个是金，一个是 Aries， 一个是蓝紫鸢尾花，一个是夕阳和两只拥抱的小狗。如果单独看，每一个元素都完全可以是普通的社交平台素材。可是当它们出现在同一天，并且被放进同一条时间线以后，粉丝自然会开始问一个问题：赵今麦当天是不是去见宋威龙了？尤其还有一个让粉丝非常上头的细节，当天两人的抖音背景音乐也被拿出来比较。赵今麦使用的是我爱你但我要回家，而宋威龙使用的是已经爱成这样。两首歌单独看并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但是对于喜欢研究两人动态的粉丝来说，这种你一句我一句的感觉确实非常容易产生联想。所以问题并不是这是不是实锤，而是为什么同一天的不同物料会出现这么多可以被放在一起解读的元素。时间来到2026年，这一年的七夕前后，龙脉的公开商务合作又出现了新的关联。事实上，两人在2026年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公开商务交集。娇兰在2026年情人节特别企划中，同时出现了宋威龙和赵今麦，两人分别对应彩妆与护肤相关身份。公开物料也明确使用了两人的名字。更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7月，两人还因为娇兰相关私人聚餐视频再次引发大量讨论。公开报道显示，娇兰中国区公关负责人发布的 Vlog 中出现了宋威龙和赵今麦一起聚餐的画面，相关视频在7月9日公开后迅速引发热议。报道还称，画面实际拍摄于6月26日。也就是说，2026年的龙脉已经不只是粉丝自己寻找旧物料。两人的现实公开交集确实比很多普通剧搭档更加密集，而真正让2026年8月16日再次被关注的是七夕物料。原本部分物料发布时间被安排在8月14日前后，但后来出现调整。最终，宋威龙和工作室方面在8月16日前后更新了七夕相关内容，而宋威龙工作室的文案更是让粉丝抓住了一个数字：20分钟。公开文案中出现了类似在太阳落山前20分钟，记录与宋威龙一起的松弛时刻的表达。于是粉丝马上开始拆解。20在网络语言中经常被解读成爱你。当然，这种数字谐音本身并不是官方暗号，但真正让龙脉粉丝觉得巧合的是宋威龙手里的花，蓝紫色鸢尾花。而这又一次让人想到了2025年8月16日赵今麦物料中的蓝紫色鸢尾花。一年，同一天，同一种视觉意象。于是鸢尾花就成为了这条时间线里最容易被讨论的一个符号。
如果只是一次出现，可能只是造型师或者品牌方选择的花材。但当粉丝把2025年和2026年的物料放在一起比较时，就产生了所谓的跨年彩蛋。更巧的是，今年的七夕广告文案同样充满了爱情氛围。Olay 相关七夕物料里出现了类似不是只有七夕快乐，每天都快乐，因为爱而发光，每天都有小小期待这样的表达。而在此前品牌相关内容中也出现过爱你不止今天这样的概念。看到这里，粉丝又把一个词翻了出来，今天，金，赵今麦。这当然仍然属于粉丝的文字游戏，但如果你熟悉龙脉粉丝的分析方式，就会发现他们真正关注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词，而是重复出现。2025年8月16日 ,2026 年8月16日，今天，鸢尾花，爱情文案，七夕，再加上两人已经公开存在的品牌合作，这些元素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故事线。而最有意思的还不是2026年的七夕，而是2025年3月25日，宋卫龙生日。当时骄阳似我相关拍摄内容中也曾出现过不是只有今天这样的表达，而3月25日恰好就是宋卫龙生日，所以粉丝现在回头看会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感觉。2025年3月 ,2025 年8月 ,2026 年2月 ,2026 年6月 ,2026 年7月 ,2026 年8月。从剧集拍摄时期到娇兰商务，再到七夕物料，再到私下聚餐被拍，两个人之间的公开交集确实一直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2026年2月，娇兰官方已经公开发布宋威龙和赵今麦的情人节双人企划。随后，网上还曾出现两人抱着相似花束的讨论。但即便是这种同款花束，也只能作为网友观察到的巧合，不能直接证明两人之间存在私人关系。相关报道本身也提醒，花束很可能来自品牌工作人员。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2025年8月16日，赵今麦到底有没有去见宋威龙？目前没有公开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当天发布了什么？有。宋威龙当天发布了什么？也有。两个人的音乐、花朵、文字和视觉元素是否存在可以被粉丝解读的对应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巧合，但巧合与事实之间依然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界限，而这也正是龙脉故事最让人上头的地方。如果这些只是品牌策划和个人审美，那么它就是一场非常成功的视觉联想。如果其中真的存在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小默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至少有一件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宋威龙和赵今麦这对骄阳似我的搭档，在剧集结束之后，并没有彻底从大众视野中消失。相反，他们在2026年的公开商务和社交话题中，仍然不断产生新的交集。而对于龙脉粉丝来说，最刺激的从来不是一句“他们是真的”，而是为什么每次回头整理时间线，总能发现新的细节。2025年的今天，2025年的鸢尾花，2026年的七夕，20分钟，又一次出现的鸢尾花，还有那句让粉丝反复品味的“爱你不止今天”。或许这些只是品牌语言，或许只是巧合，又或许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公开物料背后，真的藏着一些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小故事。答案我们暂时没有，但七夕已经到了，故事还没有结束。如果你是龙脉粉，你觉得这些细节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在悄悄留下属于自己的小彩蛋？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